好现在呢，我只能说是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呢因为这个在今天的这个第二季采访中呢，这个展示的证据材料中涉及到李元朝的名字听说他要被抓你能不能证实他会有些什么问题呢？我跟李元朝先生打过交道，我和这个在我离开北京之前，我和这个美国的我公司的两个这个金融顾问是两个美国的参议员，也是李元朝先生的好朋友，专门这个到他的办公室有个很正式的接待我跟李元朝先生这个也有正面接触。当时美国的这个代表团呢，把我放在了第一位，就是放在了 VVIP 的第一位上。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呢，我李元朝先生一眼都不看我这个人家就提出来说，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在中美之间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郭文贵先生呢，这个是中美之间一个重要的桥梁而且呢，说头2天在这个美国国会山，这个郭先生在我们的餐厅发表了一个很好的演讲，然后呢，这个特别是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做了很多积极的贡献，在经济上做很多贡献，讲了好多。李元朝一眼不看我然后呢就把眼睛甩上一边，直接就给别人说话去了。我就很纳闷了，这个李元朝先生怎么对我这么反感呢？那么在这个访问当中呢，李元朝先生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政治上的语言吧。我对李元朝先生那次这个见面呢，我是有很多感想的。第一个，我说实在话，中央的几个领导我都打过交道我都当面打过交道。我的感觉很不舒服一假大空，2我认为对我这种小人物没必要这样做。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李元朝先生对我是这个反感，我是知道的，是跟过去的刘志华的事件呢是有关系的这个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郭文贵的刘志华事件实际上是给我党带来了负面的作用。每个人都想录个视频想把领导给搬了。还有更夸张的，他竟然公开的说，郭文贵这个视频是因为把郭文贵抓了因为这个视频呢，这个对我党的威胁性是长远的，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这就是我所说，我在国内因为我想跟人家腐败，都没人跟我腐败，因为这个视频事件没人搭理我了，我基本上官场的臭屎一个。那么他这个说法在官场上一下子就没有人接近我，也没人理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感谢马建副部长他虽然管我，但是最起码他还接触我，还帮我，当然也防着我了那么这个话影响是很大很深远的，因为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而且是看好的一个常委但是对我这个伤害力是深远的。那么还有一次，李元朝书记呢，这个当时的部长这个在一个场合上和几个官员说，评价了我这跟刘志华的事件呢对我非常负面，特别是还说令计划这个主任当时建议是把郭文贵和刘志华先抓了，说令计划主任这个建议是对的应该把郭文贵给抓了，说他花很大的篇幅他都讲我这个坏话甚至要把我弄一死地。所以说在这个我要说的是，当时爆料李元朝先生这个听领导指示报他事件的时候，实际我是很积极的，因为他当时对我这个伤害是很深远的。但是我今天必须的说，有些爆料从目前看是假的，是真实，我也是被人家利用的，我必须负责任。不管他是什么好人和坏人，我还是像第一集说的话，贪官不是一生下来都是贪官，贪官也不一定都是坏人。而且呢，李元朝先生他对我是有仇恨的，我这个当时有点小人之心，我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李元朝能不能被抓，和李元朝是否被双规，郭文贵无权说，也不知道也不清楚。